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可不是基德曼，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哦。今天的 Coffee Chat 呢，我请了一位我非常好的朋友，他以前呢是做猎头的，而现在在一家大公司做 HR， 我们欢迎 YJ。大家好，大家好。那我知道之前看我频道的朋友肯定对在新加坡找工作，特别是 IT 行业找工作非常的关心，所以今天 YJ 就专门来给我们讲一下他所了解的一些行业类目。那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请问一下 YJ 啊，就是在新加坡这边，一般大概是什么时候是最容易找工作，或者说你最推荐在什么时候找工作？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有很好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有很好的一个行情的，很多公司在每年的各个时候都在招聘，但是可能招聘旺季可能是大概过了春节，就是新加坡所谓的 Chinese New Year， 这时候的话，很多公司都有自己的 high count， 然后就会有很多职位出来，可能相比于年末可能职位比较多一些。就国内会有说金三银四的说法，所以新加坡这边可能也是差不多的这样。差不多是这段。OK， 那我们就想找工作啊，那找工作要 prepare CV 嘛？是。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就在 IT 这个行业 ，CV 要怎么去写它才会更加 attractive 呢？好多候选人都会有一份 CV 送给所有的 client， 但其实我是鼓励大家对于不同的公司可能准备一个不一样的 CV， 因为每个公司侧重点，根据 JD 的话，它可能需要的 requirement 不一样啊，需要的候选人的一些经历不一样，所以说根据自己的经历来改 CV， 对于不同的公司，这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第二点的话，CV 主要突出一个你的一些能力，尤其是你做了什么东西，达到了什么成就，这个放在 CV 里是让我们 HR 或者说是整个 hiring manager 看的话，可以更 impressive 一点。那我有个问题，一般来说是需要把比自己的 skill， 比如说我会 Java， 我会 Python，是需要把 skill 列在最前面，还是说先把 project 列在最前面？有没有这样的讲究？其实倒不是很重要，你把 skill set 放前面和把 project 放前面都可以。基本上我们不是特别看整个 skill set， 因为其实大家 skill set 铺的东西都差不多，说实话都差不多，主要是看你做了什么东西和在整个 project 有什么贡献，这个是我们比较看重的。OK， 如果我们 CV 准备好了，就要开始准备 interview 了。那么 interview 是怎么准备的？如果准备面试的话，我觉得有几点比较重要。第一点，一定要了解你面试公司的一个背景和他之后职业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经常你会跟 HR 或者跟 hiring manager 聊的时候，他会问你对我们公司有什么了解。如果这时候你觉得说不上话，就很尴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定要对自己做 project 很了解，因为人无完人嘛，很多东西你可能 technical 不知道就很 OK， 但是如果你对自己做的东西都不了解的话，这样的话影响分就非常低。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准备一些英语，因为可能如果从国内到新加坡来的话，汉语沟通可能没问题，但是如果说用英语面试的话，有东西你想到了但说不出来，其实这可能会导致发挥的不是很好。那你的意思是说，即使是中国在新加坡的公司，仍然会要求用英文来做 interview 是吗？倒不至于用英语来做 interview，因为有的像我们公司其实可以安排中文面试官，但是有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安排不了中文面试官。如果临时改成英文面试官的话，那如果你这时候不会说英文，就会非常尴尬。对，就是所以还是希望英语有一定的水平，这样也可以应对自如一点。是，毕竟新加坡是一个以英语为主的一个说话的一个国家嘛，对吧？对，确实是。那你知道现在找工作有时候机会这些也是可遇不可求的。那有时候可能是一个合同工的 role 给你，有时候是 permanent。是。那有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合同工和 permanent 各有利弊吧。是。就是说，对于我知道你曾经就对合同工的招聘还比较熟悉，那我就想问一下，其实合同工本身它的利弊到底有哪些？我们在interview sign contract 时候又需要注意些什么？我觉得对于合同工，其实你在面试啊或准备的时候要想清楚，因为合同工有这几点，我觉得是有利的方向吧。第一点，如果是你做的项目是一个 project based， 比如说你做一些实施项目。或者是 ERP 啊、ICP 啊，或者 Salesforce 之类的，那肯定基本上都是走以项目为准，所以这可能就是大部分是1年2年的合同工。然后合同工的好处在于，就是它是一般是以按天算
算工钱，然后是一个 contract 嘛，是按 daily rate 这样讲，然后可能算下来1个月的薪水会比较高一点，然后相比于做 permanent 可能比较高一点。然后合同工还有好处就是比较 flexible，在你选择做什么样的 project 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因为有很多，比如说很多企业在做 project， 正好这时候你可以选什么样行业呀，对于什么样的种类的 project 你比较感兴趣，这可以有一个更大的空间去选。当然了，如果说是缺点的话，当然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不稳定性。Job security 是吗？job security 对，因为不稳定性，因为合同工很容易就说，如果这个合同这个 project 被毙了，他们可能就突然就停止了，所以就可能就第2天就失业了。当然了，这个对自身技术非常有信心、技术过硬的人来说，这其实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了，如果说想要一个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实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在里面。对。然后对于合同工来讲的话，还有一点是因为如果说从外面进来新加坡，那当然是牵扯到一个 EP 的东西。办 EP 的话，其实区别倒不大，只是问题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合同工的话，有可能没有 EP 之后就很难在新加坡待下去。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会考虑一下。对。那一般来说，福利是不是跟正式员工也会有区别的？福利肯定会有区别。OK。正式员工肯定是会有公司的会完整的一套福利嘛。然后合同工的话，这个是看跟你签约的第三方的一个签约的一些 condition， 有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福利，但大部分是基本上没有包括正式工的一些福利，但可能会有基础的，比如说是社保，就是 insurance 之类的。但是基本上说年假呀，因为是按天算的话，没有年假这个概念。对。OK， 那一般这些公司把合同工转成正式的 employee 的机会多不多？这个叫 depends 了。如果说你是做一个，比如说正常的软件后端开发，他可能现在没有 headcount 或者没有 EP 的 quota 让你做，就招一个正式工的话，那之后可能因为做 contract 转正式工还是有比较大的可能。但是如果是你做一个 project base， 比如说你做一个SAP 和 Oracle 的一个 implementation，如果1-2年的项目做完之后，基本上他就不会再去续约或者再把你 convert， 因为之后就会交给他们 support team 去管理。懂了。那如果我本身之前假设这种情况，之前一直做那种 permanent 的，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就变成了一个 contract，然后呢，我又想从 contract 跳回 permanent， 那我的 contract experience 会对我的有影响吗？我这段经历会对我重新回到 permanent 这样的招聘的里面中会有影响吗？其实这个就不好讲，因为是分2方面啊。第一方面，有的 hiring manager 会觉得，因为你做合同工会跳得很快嘛，就是不是1年做一个项目，可能有的 hiring manager 觉得不稳定，这是一方面不好的。但好的因素在于，有的就是 company 或有的团队会觉得，因为做合同工你都做很大型的项目，做的很多的 hands-on experience。这样的话的经验对于整个公司的就直接上手来做一些 development 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这一点是比较加分的项目。所以这个还是看那个公司对于公司本身怎么看待这件事情。那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那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就如果说有国内的朋友想来新加坡工作的话，他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觉得分以下几点吧。第一点，我觉得一定要了解新加坡的一个环境，我觉得跟国内可能会非常不一样。因为新加坡是以说英文为主的环境，但是也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其实要提升自己的英语能力。当然了，这个就是也不是说如果英语不好就没法在那边生存，但是如果说想在事业上有一定的发展，其实英语的口语能力还是比较重要的。这绝对是个 plus point。我觉得是 plus point。然后呢，一定要调整自己的 expectation。其实新加坡的生活水平或者是整个的生活状态，其实虽然是发达国家，其实并不是比国内1线城市要高很多的样子。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出国了肯定会对薪资上有非常大涨幅，其实现在这个情况倒不一定，因为国内互联网公司发展的那么好，然后拿的薪水也很高，所以有时候候选人有太高的期望，可能这对于你想来新加坡发展并不是很有利。对，这一点我在之前的video 里面也有谈过，就其实新加坡这边 IT 行业的 package 并不一定比国内给的高，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衡量一下。是，但新加坡有一点非常好，就是整个的 work-life balance
我觉得算是非常非常和谐吧。大家在这边工作呀、生活呀，整个的状态都是比较，不能说很轻松吧，但是应该没有很大的压力。对，我觉得性价比是 OK 的。如果大家是追求性价比，而不是单纯的看那个钱 money 有多大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 choice。对，而且相比于各个地方来说，新加坡的税收算是在世界上算很低的。对，所以如果考虑这一点的话，其实到手的整个的 package 还是算比较好的。对。那第二点的话，我想讲的是说，签证的问题。因为来新加坡肯定会办理一个工作签证嘛。然后如果说是想要带上家人、老婆孩子来新加坡的话，那可能就可以给家人申请 dependent pass， 就是一个附属签证。但是新加坡今年刚改政策，就是说以前附属签证可以在新加坡工作，就可以申请一个 LOC 就可以直接工作了。然后今年开始的话，dependent pass 是不可以直接工作的，需要重新再申请一个工作签证。OK。所以这个可能对于如果想把家人接过来，然后如果两口子都想工作的话，这个可以要考虑一下。对，这点还蛮重要的。是。对。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住房的问题。因为大部分新加坡企业是不会提供一个住房的帮助的，或者是像国内可能会分房啊之类的住房补贴啊。新加坡可能大部分的企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比较好的一点，新加坡整个租房的环境还比较不错。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平台啊，比如说 Property Guru 啊等平台可以帮助大家去找。而且新加坡的房源还是很多的，而且分布在各个地方，所以说租房比较方便。而且新加坡企业其实分布在新加坡各个地方，但新加坡比较小，所以你住在什么地方的话，其实交通都很便利，去公司也就比较方便。对的。所以大家如果要从中国过来工作的话，其实不妨先看一下，在 Property Guru 上就可以看一下这边的租房情况，然后看容不容易安顿，然后再来决定要不要举家搬迁。好了，今天的 video 就到这里了。我们再次感谢 YJ 给我们那么多 inside 的 information。还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其实 YJ 是一个搞音乐的音乐人。然后他也是一个 UP 主，在 YouTube 上有自己的频道，大家可以 check Jenny， 这是他的 channel， 然后多多关注他。我们希望他下一次再次进入我们的频道，给我们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好了，再见，拜拜。